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乌冲突出现僵局了吗？澳大利亚媒体认为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迹象。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将近11个月，从乌克兰入冬开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就大幅度的降低，交战双方仅仅是在几个局部的要点上进行着战斗，外加俄军对乌克兰一些大城市的导弹西城战，以及乌军对俄罗斯后方军用设施的各种小规模的突袭。西方的一些媒体开始鼓吹俄乌冲突已经陷入了僵局，而打破僵局的方法，要么是促进和谈，要么是要求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最终获得胜利。不过，也有对态势看得更清晰的媒体，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悉尼晨报》在1月26号发表了澳大利亚陆军退役少将米克·瑞安的文章，他说，俄乌冲突至少目前还没有陷入僵局。在英文里面僵局这个词是有明确的定义的，那就是在竞争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获胜，或者是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战争是军事、外交、技术、经济和社会共同作用的复杂的活动。战争的僵局意味着交战双方在地理、经济、军事和情报等领域的停滞。然而，现在的俄乌冲突的态势并非如此。在2023年，俄乌冲突的双方及其支持者都有大量的战术和战略的选择。此外，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的战斗的规模也不小，巴赫穆特地区正在进行着吞噬双方士兵生命的绞肉机，双方士兵的伤亡规模都很大。而在乌克兰北部，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克列明拿、斯瓦托夫、斯塔诺比斯克三角地带推进。这些城镇是俄军在卢甘斯克州的主要的运输和后勤的枢纽。如果被乌军占领，俄军在卢甘斯克就可能站不住脚了。俄乌双方在除了这些地区以外的战斗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初冬阴冷潮湿的泥泞的环境限制了双方地面部队的大规模的机动。这些泥地在二战时期也曾经让纳粹德国的军队寸步难行。乌克兰虽然纬度比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高，但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寒冷。只有在每年的2、3月份，乌克兰的泥地才会被冻硬，所有的河流和湖泊才会结上厚厚的冰。到那个时候，机械化部队才能够灵活机动。因此，俄乌双方现在可能都在聚集力量，等待决战时刻的到来。对乌克兰来说现在需要等待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到来。最近，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制造的坦克和装甲车辆。而以前北约援助给乌克兰坦克和装甲车辆全部都是东欧国家库存的前苏联的旧货。好处是乌克兰的士兵对这些装备很熟悉，不用怎么训练就可以上手。虽然兵员缺乏训练和经验是普遍现象，主要缺的是装备。西方支援的坦克、装甲车辆可能需要几周以后才能到来，而俄军正相反，装备和弹药一直充足，但由于俄罗斯进行国家动员的时间太晚，现在需要等待新兵训练完毕，补充到战场上，而双方都在等待着泥土被冻硬的时机，所以说僵局只是一个假象。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前不久访问美国的时候，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和谈的可能性，声称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不久前对媒体表达过，虽然他认为有和谈的可能性，但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开出的价码太高，俄罗斯拒绝乌克兰不放弃部分领土的和谈，因此双方在短期内启动和谈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历来战争双方能够举行和谈，要么就是一方已经被彻底的打趴下，要么就是双方都疲惫不堪，无力再战。而现在俄乌冲突的双方显然不属于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况，双方都还能打，并且正在准备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许俄乌冲突的大决战将在2月份到来。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